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曾孝佳，你呢？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昨天晚上，我昨天晚上怎么会睡在这里啊？请问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比如说是头晕还是头痛？除了脖子有点酸痛，其他都还好。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整个人好像重新活过来一样。那之后你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再随时找我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吗？我要回去了，想说跟你们打个招呼，谢谢你们的招待。不会。曾先生，我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吗？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我都不关机的。谢谢你的关心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跟他现在好得很啊。如果他的人生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能负责吗？你觉得他之前的人生没有问题吗？你没有资格随便评价别人。不管是心理衡鉴还是心理评估，都是在对人做评价。我做的事情跟你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只是我的方法比你更有效。诡辩。新的结局还喜欢吗？跟之前很不一样，没想到会这样收尾，比我预想的还要震撼。谢谢你提醒我。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要证明给谁看，而是这是我喜欢的事。你做到了。书名想好了吗？全上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原始的兽欲，隐藏的越深，就越炙热。金钱的欲望，名气的欲望，对权力的欲望，还有……
喂，你好，曾孝佳。所以工作还顺利吗？真的啊？昨天跟同事聚餐，他们都说你变开朗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保持联络。还有想到什么事吗？姚小姐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好，拜拜，拜。还给我，不要，快还我！不要。你看，除非你当我女朋友。好了，我不玩了，放手。妮蔻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明天的飞机对吧？你不觉得我们很合适吗？我已经想好我下一部小说的女主角是你。走出这个门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几分钟，做个简单的问卷可以吗？先生，你平常应该没有保养习惯吧？可这个时代，男生保养也很重要哦。简单的皮肤检测，不用钱的，免费的。我说不用了，谢谢。先生，你应该没有女朋友吧？你只要做好保养。放开啊！你干嘛？很痛哎！干什么动作？超凶的，我手都扭伤了啦！你要赔医药费。没有药费哦，他受伤了。我就在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阻挡我想要达成的。跟我上楼，不然我就报警哦。放开我！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朋友都受伤了。我说放开我！我朋友都受伤了，你是要跟我上去？我为什么你们不肯脚踏实地好好工作，要这边造成别人的困扰？你们给我滚！不买就不买嘛，凶很凶啊！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可怕，结果被我一吼就通通落荒而逃了。我想他们以后应该不敢在那边照照片了吧？你做了一件好事，而且很勇敢。我现在会主宰我的人生，我不让任何人阻碍我。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。哦，对了，有空的话，我想找个机会过去看看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随时欢迎。真的吗？哇，那真是谢谢你啊，姚小姐。我现在好像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，
我相信我这一次一定会成功。会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请进。东西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跟我搭第一班的飞机回台湾。回台湾？我们去看许正汉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姚芷涵，你还知道要回来？老师他怎么会突然？他从望宇回来以后就在家中自杀，过了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。我去认他的时候，他已经……算了，不讲了。你先来上炷香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杨教授，好久不见了。梦倩，也来上炷香吧。姚芷涵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是所长最疼爱的关门弟子，居然跟这种败类为伍，难怪他从望宇回来的时候会那么难过。老师死了，为什么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很无情啊？没有这回事。我妈死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我怕那是因为我希望她消失，她才死的。那个时候，是老师跟我说，没关系，不是你的错，是老师救了我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他最脆弱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不是你的错？
为什么我没有这样跟他说？孟心理师，可以请您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发明的催眠术吗？好，当我们身体出了状况，像是长了肿瘤，或是组织坏死，外科医师会有侵入式的治疗，把有害的东西拿掉。人的心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藏着自己都不知道的心结，或是扭曲的认知。我的催眠就是一种侵入式的疗法。那你能确保没有任何风险吗？最安全的手术就是不动手术，这样子病患就不会被医生杀死，他会被疾病杀死。很有意思的观点嘛。你没有跟我通报，就擅自上节目。你是我治疗所的心理师，不是漫意的江湖郎中。我以我个人名义上的。总而言之，你以后不准再上节目，更不要再到处宣传你的催眠。你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风险。我的个案到目前为止有出过事吗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会有。那还有别的事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要先回去忙了。这个礼拜多了20几个客户呢。孟倩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因为你的催眠而死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人要学会从面具后面走出来，面对自己。所长，到今天你还把 Rogers 的观念奉为圭臬，但是有多少个案，在经过所谓案主中心治疗之后，最后还是自杀了？他们是被你们这些心理师杀死的吗？所以那天在海边是跟老师的最后一面。我跟他说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是我那句话害死他的。他不是你害死的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死。是我杀死他的。要不是那条绳子勒住他的气管和动脉，他就不会死。是绳子杀死他的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把单一原因无限放大，就是这么可笑。徐正汉的死有很多原因，你可以说他因为妻子早逝，太过孤单。你也可以说他自尊太高，太过压抑，承受不了自己的羞耻心。不管他最后的原因是什么，都不是因为你。这些诡辩会让你好过一些吗？这不是诡辩，这是事实。你忘了他做过什么吗？他要我催眠你，让他可以永远拥有你。所以你认为我们没有任何责任，一点点都没有？你不能因为人死了，就无限的美化他，把责任都归咎给自己。这只是愚蠢的自以为是。那你呢？乔若琳呢？
帮我订明天的机票还有民宿，资料我有传给你。可是演唱会快开始了，这几个礼拜行程全部都是满的。好，马上处理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们两个已经回去了，为什么还要再来？就是离开了才知道什么叫无法忘怀啊！你要不把过去的事情就当做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吗？你要我离开很简单，我只要听到你说一句你不爱我。不要再逼他，就跟你说他无法做出决定，你听不懂吗？自己不一样吗？你不想知道答案，不想知道他选谁吗？再早就全部给我滚！怎么了？事情差不多就像他们讲的这样。你们回去之后都觉得舍不得这段感情，所以抱着碰运气的心态，就希望他可以做出决定。我是第一次遇到一个真正让我想要定下来的人。Nico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才觉得自己活着。你们俩跟我来，我有话想跟你们谈。梦倩，我以为你们闹剧演完了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干嘛不去找姚子涵？你好。你在做什么？催眠啊！太过分了！你连我的朋友都下手。子涵，你误会了，是我拜托他催眠我的。为什么？我想请他治好我。我觉得我有问题，为什么我不能够只跟一个人在一起，去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觉得你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可是我很痛苦啊！我不相信我能够只和一个人在一起，也不相信别人给我的承诺。我以后要怎么办？谁会接受这样的我？你有问题，为什么不跟我谈？我觉得我和你妈一样，我不想你看不起我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跟他一点都不像。你独立，你有自信，你掌握你自己的人生。那是因为我现在年轻，以后呢？你就是你，你不需要被催眠。姚子涵小姐，
杨小姐现在是我的个案，请尊重。你不能催眠他。她很痛苦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老师的事情你还没得到教训吗？你以后的问题他会自己解决，不需要你插手。很显然，她不这么觉得。今天就算了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。杨小姐，一旦你踏出这扇门，我就不会再帮你了。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你真的很想，他的催眠是有效的。孟老板，今天因为我的私事打扰你了，我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，谢谢。我还是觉得自己好糟哦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可以坦白跟他们说。说什么？说你刚刚说的啊，你对亲密关系的恐惧，你不能够给承诺的原因。算了吧，在爱情里，每个人只会接受对方美好那一面。所以呀，如果对方知道你的问题，还愿意接受你，那表示他接受的是全部的你，而不是只是你的外在。好，你说的对。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去烦恼，不然我就拉倒，管他们去死。管他们去死。失败的话怎么办？如果你真的希望他帮你催眠，我想最后他还是会帮你的。不要，我讨厌他，那个自大狂。那我就一直陪你。你和他不是在一起了？才没有，我超讨厌他的。我最喜欢你了。你少了，哎，不要弄我。我做好决定了。所以你选择他，还是我？还是都不要？所以你要的是没有承诺的长久关系？对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不能给谁任何承诺，也不相信你们给的承诺。我可能现在爱你，但我不知道我下一刻会不会爱上别人。但我可以保证，我会绝对的坦诚，因为我不想要关系里面反复的猜忌、试探、出轨、背叛。
所以如果要继续跟你走下去，就要和其他人一起拥有你。不，我不属于任何人，你们也不会属于我。所有人都是自由的。这就是我，你们还爱吗？立刻！想不到他这次选对了，运气还不错。是啊，很多时候不用催眠也能解决问题。或许吧。好久不见。宋可欣小姐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为了找你，我去过很多地方。后来我想，你这种人，应该忘不了当年跟他一起来这边的时候吧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好，我叫宋可欣，乔若琳的经纪人。你好，我是姚子涵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乔若琳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当年有些事情没有解决，想跟你好好谈一谈。我先去休息了。我就直说了吧，乔若琳要办演唱会了，我们会帮她办一个回顾展。你手上那只表是我替若琳定做的，也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遗物，希望跟你买回来。表是我给乔若琳的，他给了我。当初买这只表的时候用的是公司的名义，现在还是公司的财产。你不希望因为这只表闹上法院吧？我无所谓。宋小姐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有些事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。什么事？风谦应该没有跟你说为什么他要一直戴着那只表吧？人呐，是不会变的。这是乔若琳的表吧？你应该也是被孟谦的催眠治好的吧？然后他也是你第一个爱上的人吧？
太像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帮他，而且依照若琳的个性，他一定不会想要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。乔若琳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吗？在歌迷的心中，她是完美的女神；在孟谦心中，是永远走不出去的真爱。但对我来说，她是梦想，是唯一的家人。而家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一定会互相包容，一直走下去。可心姐，对不起。坐吧。好不容易我才搞定那些媒体跟合作单位，还好他们不知道你是跟一个男人跑到望宇。谢谢可心姐。以后我的工作有没有办法减少一点？我希望有自己的时间。你还记得这边吗？那年冬天，你第一次上台演唱，你紧张死了，一开口就走音，底下的人都在笑你，但是你又坚持把那首歌唱完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到后台就开始哭了，可是你过来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成功。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你有你的感情，我尊重，但是你是专业的艺人，所以我要再跟你约定一次，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情、什么时间、什么行程，通通都要跟我报备，不可以再无情搞小事。这只表不只是孟谦跟若琳的回忆，也是我跟他的回忆。我来找孟谦，一部分当然是为了纪念展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我们都能走出去。我不是乔若琳的替代品，我跟她一点都不像。而且孟谦他也已经开始改变了。你们还没交往对吧？等他愿意拿下那只表，他才有可能接受新的人吧。可是他连这只表的事都不愿意告诉我，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公平了。我听够了。你不了解我，也不了解孟谦，我不想从一个外人的口中听到对他的恶意揣测。我知道阿海刚说的行程重新排了一下，按照这个规划，我们每个人的预算是原本的75%。哇塞，你做事怎么那么可靠啊？像我是那种想一步做一步那种。但我常常想太多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哦，所以你是那种需要别人在后面推你一把的人。可能吧。
你知道，要不是我主管出包要我扛，我真不知道我在银行要待多久。子涵，我先上去。你们继续聊，我等一下回来。你们3个说好了？算吧。我就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欣赏真正的你。我们3个之后会去英国，可能就这几天。这么快？阿海提议的，他想去康瓦尔冲浪。小熊下一本小说有英国的场景，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出去玩。所以你们3个之后都在一起？不知道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我们不做任何的预设。太好了。怎么啦？你们没事吧？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无聊，干嘛一直对乔若琳的事耿耿于怀？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？干嘛？你在吃醋。乔若琳都死了这么久了，我还在吃她的醋，太没有道理了吧？而且我又不是她的谁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这些都无关好吗？重点只有一个。什么？你喜欢他，所以吃醋。这就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不讲道理就是爱情的道理。如果他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呢？所以才要找他问清楚啊。宋可欣跟我说了你们之前的事，所以你戴着表，是因为你还爱着他吗？宋可欣要你跟我说这些，他要你帮他要表。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，你不想说的话没有关系。我没有不想说，我只是以为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多提而已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们过去的事。哪个部分？你们为什么会来往？苏珊娜跟宋可欣介入之后，按照规定，我和乔若琳互不联系，一直到2年后。我好想你。现在开始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。我原本还一直担心你不会来找我了。等一下我表演完，你可以继续陪我吗？我已经等太久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去哪里？一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。这天
海几百万年来不断冲刷着海岸，看着他突然觉得每天被通告追着跑的日子，好不真实。闭上眼睛，你听，大海波浪的韵律声，稳定，却又带着丰富的变化，像一首钢琴曲一样。你喜欢音乐，不见得要当艺人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唱你喜欢的歌，让大海替你伴奏。你说你用海浪声当主题写了一段旋律，你想听？嗯，回去弹给你听。啊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我想要的是我自己的家。家？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自己的家。你记得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房子吗？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如果我把它买下来，把它装修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呢？要有一个户外的大庭院，这样晴天的时候可以在阳光下吃饭、聊天。我不喜欢大门口朝外。这么多年来被人窥视着，我想要多一点隐私。后栋2楼摆一个钢琴，这样你弹琴的时候，我在屋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听得到。所以我也算进去了。当然啊。那我心理师的工作呢？你还是可以继续啊。到时候岛上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同的问题，你可以帮他们解决。这里是望屿，忘记一切痛苦的岛屿。那你要做什么呢？不知道哎，可能什么都不做吧。每天看着海放空也好，开民宿也好，做什么都好。你当明星了？早就不想当了。大家看到的曹若琳，根本不是真的我，那只是经纪公司创造出来的 icon。如果可以，我宁可大家都忘我，这样我才可以真的自由。好啊，那我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催眠，让他们都忘记你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开玩笑的，我们躲到岛上，过几年，大家就会忘了你。也是，这世界上哪有谁能被谁记得一辈子的？最后一次争吵，他把表给了我，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后来我来到岛上，买下这栋房子。芬姐因为担心我，就跟着我一起过来。她说，2个人住一栋房子，怪可怕的。她想开民宿，然后就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不只是表，这座岛、这栋房子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乔若琳。你的时间也一直停在那一刻。时间不会停止，
你还是来了。这只表交给你，你要怎么处理都可以。我会把它修好，好好收着。我想，他也会这样希望的。今天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如果这样很介意，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。那晚安。晚安。你们有想好要待多久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传讯息给你。你跟梦见也要加油。我们走吧。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只是想帮忙啊，顺便拿回那只表。反正你留着它，也只是让你们痛苦而已嘛。你有那么善良吗？不相信哦？那你催眠我啊，反正你也只会这一招。对，你还可以顺便修改我的记忆。修改其实是你害死乔若琳这个事实。宋可欣，我真的很厌恶你。乔人都死了那么久，你居然要办他的演唱会？明明就是你害死若琳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没错，我就是想要你跟那个姚子涵分开，我要你因为若琳的死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。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可悲。手表我不会给你的，我会修好它，然后继续过我的人生。你有什么资格继续过你的人生？手表给我拿来！我不要乔若琳的东西在你的脏手上。今天你还是民宿的客人，但明天就请你离开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姚子涵，你是曾先生？哇，你看起来不太一样哎。不太一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嗯，是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真的吗？我害怕说会有点不太适合。不会啊，你很适合。谢谢。走啊。你是来民宿的吗？是啊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？哦，所以你是因为要面试才改变造型的吧？现在的工作不顺利吗？养活自己还可以，
但是考虑到和另一半的未来，我想换个更有发展性的工作。这个你可以跟孟老板聊一聊，他也很关心你的生活好不好哦。姚小姐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啊。你跟孟老板有在交往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子涵，芬姐，刚刚做好午餐，赶快进来吃饭。这是曾先生吧？欢迎回来智化塔尼哦。谢谢。芬姐煮的菜啊，最好吃了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嘴巴那么甜？这里请。走吧。我今天有煮你爱吃的猪脚。哦，太好了。哎，我来就好，坐吧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老板你好，上一次承蒙你照顾了，欢迎。有空吗？那我们之后再聊。哦，好啊。我就送个信回去了，他不会再打扰我们。你把他催眠了吗？这次没有，我好好跟他谈了。是吗？我只是觉得你说的对，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用催眠来解决。其实啊，你不知不觉中被我催眠了。你真的很想学吗？学什么？我的催眠，我学得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吧。这个音乐盒是我请人特别定做的。那时候我一个人去墨西哥的智瓦塔尼欧，我从墨西哥湾的海浪声中找到灵感，写下这段旋律。你的论文我看完了，你说海浪是生命诞生的旋律，它的频率跟婴儿在母亲体内听到的心跳声一样，能够带人进入最深层的记忆。但是你没有提到这段旋律它的内容跟原理。这个秘密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这段旋律和我的声纹共振，需要配合我语言下的暗示，才可以进入当事人的记忆深处，改变认知和情感，甚至修改记忆。被催眠过的人，再次听到这段旋律的话，催眠就会解除。是吗？但是我的 PTSD 没有复发。因为你已经好了，那次的治疗其实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克服的。我没有介入去修改你的记忆，只是陪你走过。陪我走过，你还敢说？你忘了那时候做了什么？抱歉。好啦，原谅你。以前我都是自己做研究，如果你也有兴趣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加入。那你希望我做什么？你可以继续做心理师，累积个案会有帮助。什么时候需要催眠，我会跟你讨论。然后我们一起研究望语的海浪声纹，这个部分就需要有音乐的基础，才可以继续。你
的意思是，我要在岛上工作，然后还要从头学音乐，这要花多久时间啊？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，可能一辈子也研究不完。你不愿意吗？以大海为主题的音乐有很多，像是布洛赫的《海之诗》，用降 B 小调开始，左手呢，则是模拟海浪的波动。等一下，什么是降 B 小调？我弹一次给你听。哇，新发现！真的吗？我弹了那么久钢琴，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原来这台钢琴可以发出那么难听的声音啊！我是音痴哎，不行吗？过分。可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我再教你一次。你看，纪小姐，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，真想家。